大家好，欢迎回到教育之刃，从数据出发到教育中去，打造你美股教育的利刃。我们是一个专业的以针对成熟投资者的这么一个节目。那么今天呢，我们长周末，首先祝大家长周末快乐。那么我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将会非常的长，而今天视频的整个的风格将回到我们非常原始的那种风格，就是我会讲很多，我也不会给大家时间轴，它是整个这个节目呢，会是一个针对我们频道回馈我们频道老粉丝的这么一个节目。因为这段时间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从1月来到现在，我们除了当下我们对市场的一个看法、一个分析以外，而整个梳理一下我们对这个人工智能还有电车的这个赛道的一个分析。那么这里就包括了选股啊、择时啊，还包括公司基本面啊，还有投资和投机的一些原理，还有具体的一些操作。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就会非常长。又是非常长的一些视频。那么如果你还是我们频道很长时间的这个老粉丝，我希望你呢能留言能告诉我你还在这里就是我每次的这种分析，这种类型的讲解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是能帮助到你的而且呢，就是你还在你还与我同在，这样的话呢，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好吗？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视频。好，那么例行公事呢，今天就是简单一点，大家可以看到这周的表现，那就是半导体，对吧？大科技都疯了那看保守板块呢，就是残疾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市场上的情绪是现在是稍微有一点点转暖散户的情绪看多还是稍微差一点。那么这两天随着英伟达的这个爆发，那我相信呢，散户的看多情绪会慢慢的出来那么还有就是机构投资者的这个情绪也是中性一般都还没有到 FOMO 的一个程度。也就是市场情绪，所谓的这种市场情绪上来看，我们的 sentiment 还没有达到极值，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走。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多空的表现。那么这个多空表现的话，其实我一说这个就想乐，就是上礼拜呢有一个朋友留言，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说叫差生文具多嘛。我还是挺赞同的，就是如果你有的时候简单思维，可能会把很多问题做得非常好。但是毕竟交易呢，就是一个很多地方都可以有 edge 的地方，就是都可以去操作的地方。所以呢，就是越多的消息，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让你更加谨慎，可能会错过更多的行情。但是在做的时候呢，你会更有信心。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其实这个研报也好还有这个数据也好，这个礼拜其实是出现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么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像高盛也好，他们很多分析员的那个或高级的这种分析师不是。再说一遍，机构的这些分析师这些报告，如果都是割韭菜的，都是反的，那么谁还去买他们的服务呢？大家注意，买他们服务的都是机构或者说是大户。他们如果他们的分析没有任何意义，都是为了割你的韭菜、掏你的钱的话，那他这些不是投行早都倒闭了吗？不就只剩承接是 IPO 写 underwriting 这些东西吗？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逻辑它是这么回事吗？再回来我们说就是。机构的投资者他们这两天也分享一个特有意思的，说英伟达那天爆还是前两天涨，基本上就是电话都打爆了很多人就是能感觉到就是我分析写这些财报的人的情绪都受到特别大的波动先不说像一直的看空的这个麦克威尔森他们，就是这个大摩他们这个团队，还有就是像这个美银的这个团队，那就已经那高盛的其中几个分析员也都是被打爆了。或者说也是压力非常大因为或多或少在这个位置上，你从各个方面宏观或者说资金的角度来分析，它都是很难去做多。但是市场上有很多的这个游资推动的，这个就是非常强的一个扎堆的这么一个行情，所以呢，这个投资者就会非常不爽，然后呢就会骂他们。这是我们所经历的一个类似的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从牛这方角度，大家看到就是说散户的这个情绪还是非常悲观，还是差很多。那么相信这礼拜之后呢，散户就会乐观起来，而且会非常的乐观那么另外呢，我们想说就是能支撑大盘这么涨的话是股票回购，而股票回购在第一个季度走的是非常少，而第二季度明显是加速，它的这个回购量是已经完成了80%-90%，这也是非常出乎意料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说英伟达的这个，我会具体在后面花很多时间讲这个。就是 AI 的这种革命其实落实在营收上了，因为我们也看到 AI 革命对于大多数公司没有什么影响，除了微软以外，微软是实实在在的，它是营收指引，还有就是它的营收都有非常大的提高。
我们看好微软是从非常早的时期就看好微软，不是因为微软的财报会涨了我们就说微软好。这个呢，就为什么说我们是给咱们老粉丝讲的，就是因为大家都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所以我们在讲的话，现在来说，一会儿我们讲讲微软这个位置啊，这个操作啊，然后呢，资金扎堆儿已经来到了一个极限。就如果你不说这是美股的话，你跟我说是 A 股，我非常觉得就跟2021年、2019年那种。当时 A 股呢也是30%股票在牛市，或者说最后都20%，所有资金都去了什么贵州茅台啊、海天味业呀、航发动力啊，就是这样的股票，什么长春高新啊，最后都去这些股票公司。那么这些公司的估值，虽然他们是好公司啊，包括什么爱尔眼科呀，对吧？就这些，就他们都是好公司，他们确实涨得确实多，而且他们能涨好久，能分好几倍啊。然后剩下的公司就那钱都吸干了。所以就叫资金扎堆行情。那资金扎堆行情在美股中其实不常见的。我说过，唯一一个可以能对比的就是2015年。2015年是我们见过我自己印象中唯一的一个就是资金扎堆行情。而在美股的牛市中很少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在牛市中，你要说是牛嘛也是可以，就是我们说熊也是，就是说我们这个牛的话，你其实好做。就是你就对这个扎堆的做多，然后非扎堆的做空，或者说非扎堆咱们指数不空，这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我们想说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长期投资者在这里是入场的，上礼拜是入场，这礼拜也入场，他们买入的都只有科技股板块。那为什么呢？叫 fear of missing underperform， 就是我们的题目不叫 F。这个叫不是 FOMO 是 Fear of MU 什么的 underperform， 就是指数涨得特别好，但他们其实做那些阿尔法的行情，包括一些对冲基金，它不是做这个 long short 或者说叫做 pair trading 嘛 ，long 的那一侧呢，可能没有就抓到他们涨那些小股票或者说中等动能股也没怎么涨，它没有得到特别大的一个阿尔法。然后呢，指数其实是非常强的，也就是说你在过滤贝塔的时候，就是我找了一些个股，然后我在空这指数的时候，结果你出来可能是负阿尔法，什么意思呢？就是最后你是一个还跑不赢指数，甚至还得亏钱的。为什么？因为指数强啊，就是指数是强于个股的这么一个所谓指数强于个股的这么一个行情。那么这个时候指数强，你这个中小股票或者说你动能的这个股票涨不去上去，你只能去扎堆那些大号的，而这些大号的它占的比重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就跟那些小股票没关系了，比如说罗素1000成长股，罗素1000的成长股的前12名占据了80%还是70%的整个的这个 market cap， 也就是说市值。那么就说明什么？说明市场上已经来到了就剩几个股票唱戏的这么一个状态，对吧？我们不是说几个股票，每股股票大股票它是基石，而小股票呢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核心。对吧？包括20年也是，你说你大股票是基石，他们不怎么跌，苹果、Google 他们涨得很多，那你这样的话，特斯拉也好，甚至于中概也好，甚至于一些小公司也好，他们不断的可以轮动炒作。那么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大家都集中这些大股票，没办法，没得选，所以说你这资金是被迫的入场。那么资金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入场，都是入场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它就是没有跌下去的主要原因。那就是牛是什么？牛是说。你开看空的时候，它就跌不下去就是这么简单。那么熊是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到，熊其实理由是最多的，因为我们不管我们先从宏观数据说不管是现在这个通胀下不去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在周中的时候，美联储官员像 Waller 他讲到了这个中专利率可能会来到6%，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大银行它的 deposit 也就是存款已经是大幅流出。那么对于整个金融业和市场上我们看到那些经济数据都走软以后，我们好像在面对一个必然会出现的 recession， 而这个大家不仅不定价 recession， 还不把它当回事儿的情况下，像极了就是那个前几次经济衰退的样子，就是大家好像都觉得无所谓，就是最后你出现 fatigue。 什么叫 fatigue 呢？就是你最后就疲软了，或者说你就适应了，你就不觉得它好像有风险了，可风险真正来的时候会带来巨大的一个恐慌。这就是我们说资金扎堆行情中，它就为什么我不是说博眼球，我就是为什么要说我这个地方特别容易闪崩，就是因为几个大的科技一旦出现卖出，它的集中，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市场上大量的空头都被因为上涨的过程中，包括对冲基金都被绞杀了。绞杀以后的话，你缺少做空的力量，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更利空的，因为你这时候容易多压多，尤其是大家在一些大型科技股上。
一旦出现，比如说一开始先有5%的人卖，10%的人卖，那会触发一些人止损盘，止损完出来之后，只要后面没人再接得了，因为资金全都集中在你这些大家伙上去了，那这些大家伙钱就是一旦跑得慢了一点，大家就会疯狂的跑，对吧？那疯狂的跑的话，那就特别容易什么呢？就特别容易出现快速闪崩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新冠来了，为什么老年人特别容易就是死亡率高呢？因为老年人他修复能力弱，他就是内部的虚弱会让你特别容易身体会脆弱嘛，这样的话就会非常危险。我们现在市场其实，我说为什么是给我们老粉丝听呢？就是很简单，我们分析的时候不是去分析说下个礼拜是不是暴跌，因为没法 timing 说这个东西能就暴跌不暴跌，而是我们给大家对市场做一个体检。现在体检发现整个里面他妈镂空了都，这个时候咣叽踹一脚你就碎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为什么还要在这个里面非常疯狂的唱多，然后跟着你们的情绪去摇摆，然后就吹，然后你发现就是像英伟达一样，那么盘后一涨，好家伙，从没见过这么多做英伟达的，这么多摸着靠的，你就吹吧。所以说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波动没有任何意义，而是我们每次对市场咱不来体检，体检的话，现在这个东西已经不是三高了。都已经高到指标全高，是吧？你各个指标都镂空了，它有点像这个什么呢？像那个艾滋病，就是说你不是真正意义上，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就是艾滋病把你弄死了，它就是你免疫系统垮了，就是说你里边都镂空了，外面比如你随便一个感冒你就挂了。所以我想说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上真正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就是说风险容易被骂，但是我真的还得说，就是我们面对的是风险大于收益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你真的是做多，也是一定要在那些强势赛道，除非我们看到真的就是说人参汤喝起来，对吧？就是这些大盘大科技回调的时候，大家钱去往小的公司成长股去集中，至少现在没看出来。为什么？因为现在资金还在往 money market 的流入。我们可以看 weekly flow 这个地方3.1 billion 去 cash。这什么量啊！我的个天啊！这量还是非常大。然后9.5个 billion 去 bond， 然后呢又是3.9 billion fund stocks， 然后还有大量资金是集中在科技。那你说这个地方，你说让我看多，而且咱们注意，这个流出 fund stocks 可不是说就是一周两周了，这是连续将近2-3个月都是大幅流出的。大幅流出不代表说就是一定会就跌。对吧？就是还是那句话，它酥了、烂了，或者说里面已经空壳了，踹一脚就碎了。但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踹一脚，或者谁出来踹。结果比如说你等了半天，大家来踹碎了，结果没人来踹，人自己修复了，返老还童了，或者说突然有人端了一碗人参汤来，行不行？可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市场我们只能说市场现在进入了一个非常恶劣的程度，加上股票回购在这硬顶着，相当于给你扎吗啡呗。股票回购。而且大家注意，股票回购什么公司回购？不是还是大科技股多吗 ？Google 那70多个 billion， 微软几十个 billion， 苹果有90多个 billion， 那现在 announce 出来之后，你小公司回购得了吗？小公司回购屁啊！所以全都进到大公司，所以就变成了叫做超强的马太效应啊！马太效应来自于圣经里面的，就是什么？就是当你有的就给你更多，当你没有的我也要拿走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市场上就会出现超强的这么一个状态了以后，我们说啊，其实包括我们说叫 CTA 策略，本来我们就说 CTA 策略是偏空的，为什么？向上再涨，它买的量会很少了，但向下跌，它都要卖好多。那你市场上所有资金都集中在大科技的之后，你就逼着它还得买，因为一直都涨，所以它还得买，所以它一直买。它现在已经都快撑死了，肚子快炸了，它也得买，因为现在没有下跌，它是一个追涨杀跌的这么一个模型。它不会有一个逆势交易，它一定是顺势的，所以就追涨的，涨的时候就买的，然后跌的时候就卖，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CTA 这个地方再衰竭，它现在没开始卖呢。但是我想给你分享一个，就是说股票回购的这些量，一个季度非常少，但第二季度这个量好像差不多了啊，这个买的差不多了啊，这个所以就是后面股票回购的量就会少很多。那么这个时候对于熊来说就是个机会。那么另外我们就是说衰退没计价的不说，这个政府也快没钱了，也没人管，这都无所谓啊。但是想说的是，宏观政策上全面的利空，我知道大家现在对宏观政策就是利空，你再怎么分析，你都是利空，你就是宏观这个数据你怎么分析都是利空啊。所以你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就觉得这个东西
分析个屁，就是说反正它市场你要尊重市场嘛，市场就是涨，其实不是，它就是说其实是利空，就大部分股票走弱之后，它钱就集中在少量股票，它占的比重就更大，像微软、苹果、亚马逊啊什么的，Google 啊，它占的大之后，他们在涨的时候，他们的影响就更大，所以它就变成了就是纯的马太效应，就是赚的大就更大。然后呢，就涨更多，然后呢，这个指数更多，这时候会变成把那些对冲基金让它平仓。你比如我对冲基金，或者说我一hedge fund都怎么玩呢？就是我就选一些个股，比如假设啊，我选一个什么，我选择一个比如 Snow， 对不对？或者我选择一什么 MongoDB，我作为我说这个云我特别好，我选择这些成长性特别强的。然后呢，我就这个时候我说那怎么办？我对冲到贝塔，就做空好多的这个 ES 或者咱们说的股指期货。这样的话，就涨跌跟我没关系。那我希望能提取出这个阿尔法，对吧？那最后这个贝塔超厉害，我天天你这阿尔法没有，你这贝塔超厉害，好家伙，最后你就亏吧。亏了之后，你只能平仓，你就只能平仓贝塔的这个做空。你这平仓之后的钱又去那些大科技了，等于是恶性循环，就是那些被打爆了屁股的，全都把钱还得再回流到大科技，因为你大科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你所有的这些衍生品。你的 ETF 你买下去，大部分钱还给他们，再加上他们才有能力做股票回购，所以买力全集中在这几个大科技上。那么你就在这做大科技就完了呗。然后资金再次流入 money market 也是，就是资金还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回到股市啊，所以就是说，就是场内资金的一个极度马太效应出来的。所以你说你看到这种情况上来说。你说这玩意儿，你说你要是没点风险意识，那就是我们做股票的核心跟人的性格也有关系。像我08年入市的时候，你想想那个环境，它就对让我对股市的第一印象就是恐惧的多，而且我自己平常的分析就是，我永远都是先看到风险才看到收益，有的时候都看不见收益，只看风险，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保守的这么一个投资者，所以。就这样吧，皮糙肉厚，就是说你先练这个防御值可能比较高，才容易咱们怎么说存活吧。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我们一会儿分析的英伟达的这个案例。英伟达这个案例是什么呢？就是财报啊，它有好多疑惑。这个财报出来这个11B啊，当时看得我一脑子的蒙圈啊，我一大堆的问题，我其实特别想吐槽啊，就是包括我们自己的群里的群友也是，一说这英伟达出来涨20%-30%，大家全都是要不然就 show off 啊，要不然又都买 call 了，要不然都是集中买英伟达的，要不然的话就是感叹，哎呦，英伟达怎么差这么多呀？这个就是你感叹了半天，就我怎么能做空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你没有任何人去说，到底为什么？这里数据为什么会11个 billion 的预期？现在他妈这个季度7个 billion， 下个季度11个 billion， 那数据中心要涨1倍啊！那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华尔街的预期是7点多个 billion？ 我完全可以，如果我们说你正常可以讲，又是什么？又是高盛、美银、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又是他们集中就是机构忽悠我们韭菜，不是的，其实。机构这一次他们也都是大跌眼镜，就不知道这11 billion 怎么回事，怎么来的？啊，特意我还去看了一个这个，特意就看了一下这个，听了盘后的这个会议也特有意思，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再跟大家去分析市场这个结构和格局吧。反正这个今天就啰嗦点，我们再来看后面的。所以现在看到了，就是说市场宏观全面利空，市场就已经脆弱不堪，然后呢就是已经酥了，就是艾滋病嘛。你艾滋病之后，剩下就是等我踹你的那一脚。那现在你也不能期待说下礼拜踹。明天踹还是说6月踹、7月踹、8月踹，不知道。但是我们先把咱们先把 put 买上，一会儿也更新 put 的这个仓位。这不 put 买上什么呀？就是我们先把生命保险弄上，等你踹的时候，对不对？它躺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再那什么。可是我们知道，大家注意啊，最大的风险还不是这个，最大的风险万一真踹的时候，很多人刚踹一脚就要进去抄底，那个时候的可能就站在顶。所以这才是真正的风险，所以我们还要再去看基本面跟它的一个构造，好，再来说。好，我们来看就是深度，不用说了，现在47，然后呢又再次背离，然后 skew 这个地方又增加了，黑天鹅指数增加了，然后我们再重温一下，一会儿我们整体再说英伟达的这个吧，疑问和这个，然后波段操作的话，我跟大家分享几个吧，就是波段操作，首先是这个美光啊，我们来看一下美光。好了，我们今天呢就是刚回来，我就是说一下我们的波段操作。那么波段操作就是有几个，讲讲美光的操作，然后讲讲特斯拉双开，
然后 CLH 和 PFE 盘空仓位，来稍微讲一讲吧。好，我们来看一下美光的操作啊。美光的操作这里是这样的，就是突破就买入，然后呢，当时做了个日内，日内之后呢，在底部这个地方就是什么，这个突破以后的这个回踩，我在这是加仓了啊，做了买入，大约66左右，66左右。那第二天它这个震荡，我一看无所谓，哎，结果呢，这一天也就是24号，报了一个非常负面的新闻。那么这个负面新闻就是中国制裁美光。当时我就说这个地方是一个负面新闻，可能就是直接假突破就下去了。但是呢，它在这个位置上支撑住，结果还之后的一天高开，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支撑住了，我当时就没动。然后呢，还在这个大约65块钱又加了点，这样反正就是跌破我们这13日线，也就是这个区间差不多64，我就。结果它高开还上去了，为什么？就是这个咱们说的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财报带起来了。那么这个位置上，当时说我这个位置上没有走太弱。我们把这个图大家看，这是个阳线，就是低开走高。其实这个地方有点什么呢？我跟大家讲过，就概念反脆弱的概念，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利空，它没下去。那么我们这操作就容易了。这个底部一个大圆底拉起来回踩不过。这里是一个周线级别的突破，后面呢还震荡再上，它的整个这个大圆底就做起来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容易操作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就讲，如果从纯技术分析来说，那么美光的这个走势就是技术分析中的非常经典的这么一个。那我自己也是抓住了这一波。那么后面再说格局啊，就是说从技术从匠人的角度来说，这个就是一个反脆弱性，然后这个就拿着之后，那我现在冲上去了之后。我们可以看周线级别上这个位置上是有一点超买了，我们在这个位置上进行减仓啊，减仓等它下面之后再吸再做啊。当然它这个一般来说冒出去之后，这个位置上相对来说啊会是一个阻力，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上主动的一个减仓，等后面再做。那么第二个就是特斯拉双开，我当时讲特斯拉双开的时候啊，特有意思，好多人就说什么这个期权会磨损什么。其实你就是说明你没有不懂期权，或者说你不是特别了解期权。为什么？因为特斯拉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选择双开呢？就是因为特斯拉它当时的，咱们可以看特斯拉当时的这个 IV 是非常低的。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的 IV。如果你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特斯拉这个位置上，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它的这个 IV 就只有，就是相当于50%，也就是差不多就是一个。比标普就多1倍的这样的一个 IV， 那么这个就是说对特斯拉来说太低了，因为特斯拉的股性比较标，大家可以看，就这定价，特斯拉是少有的，就是它这种定价是往往在这个实际波动率之下的，所以说特斯拉对于买方来说，这样的话就比较值。我知道这里有很多期权的概念，如果你不懂的话呢，我们说实话这段时间也非常忙，就在给大家准备实战的课程，尤其是这样的这种案例，就是说你这个位置上。它就不会太亏，比如说你稍微走下时，比如到低了之后就上个靠，然后上去一些再下铺的，这样的话我当时就在170附近那个价格，我们是做了一个上下各多少呢？各40，那么下面130，上面210，其实你不用管，说实话你这个操作根本就不用管它，就能不能到210或者能不能到130无所谓，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要下就要下什么？下9月份的。其实今天的话，我知道我根本不会下这个时间轴，大多数没耐心的人看不到这个，如果你看到了，还是赚到了。我跟大家讲。你的这个位置上，比如说我们的下来的成本大约是多少呢？就是靠是7块多，然后加在一起是一个多少钱忘了，还是各7块多吧，反正下来之后差不多14，就14是个成本。那么下9月以后的，就9月以后，那么现在的话才5月份，又不能太远，太远的话，你的 IV 就是底下这个它的定价增加对它影响不大，所以定价要它增加又要影响大，就差不多3-4个月。选择之后呢，差不多上下40块钱嘛 ，Delta 差不多就是一个0.2几的这样的一个偏价外的这么一个，所以只要它一个走单边，光一下第一次就说我们这个整个操作第一次就是先上来之后，我们不是14嘛，瞬间这个靠在这天的时候，就是这个19号靠就基本上14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就是我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其实是。忘了贴哪儿了，就是在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位置双开了之后，
首先在这个成本就14，那现在靠这侧就是，但是你知道吗？就是 put 这一侧，它一共是7、8块，它其实只跌了一点，因为你两边的 IV 上了之后，其实 put 虽然 delta 上了，但你 vega 增加了，我的 put 其实还从原来是就是5、6块钱，就是7、8块钱变成了多少钱呢？还只5块钱呢，就是它靠 put 没有跌很多，而靠一定是。那这个时候呢，就进行向上的一个肉的多少呢？肉的230，向上肉230，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的那个靠再从14变成7，这样的话7块钱的这个成本我就向下了。下来之后，结果它又涨了，今天又涨了之后，我发现这个靠又变成13了。那么你想想，这个中间靠我又肉一次，我又把它从13变成7，那么向外我又肉到了230，现在就变成270，肉到270。那么这样的话，就上面是270，不就差70吗？今天最高的时候差不多将近，就上面270是70，下面130不是还是70吗？所以130的这个东西既然还能，就是说它还能值3块多，那么上面这230的这个100，咱们说的270的这个靠就还值5、6、7块钱。那么整个说我又肉了一次。那假设说你没有肉也不动，咱们就今天就一波上涨的话，那么差不多这个靠。put 从原来的7块钱，现在变成了还有将近2块多，将近3块呢，不是你才亏了60%，而上面那个 put 至少是翻了3倍以上，至少21到24，所以你21到24之间，咱们就说21算，你21加上3块，24块钱，那成本14，其实这一轮这个多空就这一波上涨，你就有5、60%的机会，而且我跟大家说，这种双开的好处是什么？可以上量，因为你如果去bet这个单边，我肯定不敢上特别大的量，因为我万一错了之后，我单边损失非常大。而这个时候我敢下双边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么我的成本就是什么？我的输的时候是什么？我就怕它在这继续横盘1个月，或者说震荡。但是震荡其实我也不怕，只要有一波走单边，我就可以对它进行一次操作，就开始搞。所以我就说，如果你没有操作的话，你这个横盘之后。也可以在这儿就执行一个差不多60%、70%的这么一个利润。那么这一波的特斯拉这个操作，说白了就是用技术上弥补了我很多认知上的一个错误，比如说不足，比如说我这一波没做英伟达，一会儿我们会分析这个整个从我的投资到我们投机，我都会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反思和总结，就是为什么没买到最强的，其实我也会想，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这边我还有那个 put 的操作，整个就是我们仓位上不还有看空的仓位吗？那么这些看空的仓位，通过这样的操作，也可以弥补我看空仓位的一个损失。所以说就这样的话，这是一个特色。还有刚才美光，那这两个都是一个比较强的。好，那我们再回来看，再说 CLH， 我这里减1/3，之前我说了，就是一个强势股，但是它没有走的特别爆。那差不多我们说了，就是115左右的这个盘后进了之后，差约大家看这个地方，就是我自己做的这个系统里，就是连续的做空和卖出。为什么？就是严重超卖嘛，超买嘛，严重超买。超买的话，那就是看它的这个横盘消化，所以就这儿大约130左右先卖一半，然后再说后面再等机会上。这是我们那个特别好的一个 setup， 大家看，这特别好的一个 setup。然后 PFE 的话是我说的抄作业，你就要认真抄这个位置上第一波反弹不能指望它冲，就要好好的缩量的给你洗一洗，或者说这震荡，这个估值、这个位置、这个分红这样的公司，我根本不担心，就拿着它就好了也不做什么骚操作，我就是等它上去，比如涨得非常多了，到是上沿我就出点，下来的时候下沿我再加。基本上就不做太多骚操作，拿着就行了。因为我的 money market 的收益就5%，现在这个股票分红4%，我不会对它有太多的，我也不期望它为我发大财，但是我知道它也不会让我亏哪去这是我们它的一个。那么还有呢，看空仓位5%，看空仓位我们说了，看空的仓位在这段时间应该说是亏不少的亏不少。比如说我下的是9月份的380 put。9月份380的 put 从当时价格是8、9块钱，我们中间是这个下跌的时候操作，这一波下跌和这波下跌操作了一下，成本稍微降低了一点，但也不是特别多差不多呢，现在就是亏一半。那亏一半的话呢，这个地方我们是怎么办呢？我对它进行一个肉到大约10月10月的话，就是保证让它横盘之后，我就是让它不会对我时间上对我产生特别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后面的话，我可能还会，我说了，市场上现在的风险非常大。而且大家再看，我给大家再看，就是现在的这个
期权它的这个东西它还是比较偏便宜，还没有一个非常贵的状态，所以说我在这个位置上还没有看到一个让我要下一个价差，就 spread 的这个过程。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QQ 现在这走的是比较凶的啊，这是走的比较凶的，所以说它现在整个的这个波动率是在增加的啊，后面这个暴涨的过程中啊，会带来一些有可能的一些大幅的回调，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所以我现在想说，就是当下这个市场中，不管你是什么心态吧，那这样我说了，上头跟大家讲了，这个地儿最好别冒，你一旦冒出去，对吧？这个地方一旦冒出去，是个非常非常看空的这么一个地方。好，那么就说到这儿。好，那我们在下一页，我跟大家讲一下长期投资的操作啊。那么长期投资的话，首先是进行个减仓。我们先来说微软，为什么在微软的这个位置上减？是，我知道，就是说微软，我其实说实话，如果从我的角度来出发，其实我可以吹啊，因为我们从1月份的视频，大家回去看，咱们说的今年的投资和赛道，我基本上抓到了最强的赛道，就是人工智能和电动车。这个210买上来的，而且一直拿上来，我其实真的可以吹牛。但大家知道，我从来callback都不说吹牛，赚钱应该的。我们这吃这个饭的，永远都是去反思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所以你知道，每天就是看别人酸的话，其实有人也挺想乐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说了上面的这个320的话，它往上冒，这个往上冒是特别不好的。为什么？因为我特别不希望往上冒，希望它向上顶到之后进行回调，这样或者横盘，它是比较健康的。这里冒的太厉害了之后，我们这里我一看，马上的大幅减仓。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历史图，就什么都不干，我们就做一个历史图，总可以吧？对吧？大家看啊，就是说我们把时间轴拉得远一点，大家看。我给你看，大家看这个地方是不是冒了，对吧？大家看这个地方也是冒的，就是说冒上去之后还是那意思，就跟艾滋病似的，你这玩意儿身体楼了以后，不是说身体楼了以后你马上就得死，你得踹一脚。现在需要的是那引子踹它，你不踹它的话，大家看，尤其是大阳线往外冒，这儿冒了吧？后面大家别小看这个回调301到275，这是25块钱，这8%呢。大家看这也冒了吧？这冒了之后，这回调就不说了，这直接344直接办210了，对吧？这是熊市，咱们不说。那大家看这个牛市，这个冒了吧？这是不是冒了？大家看每次这个回调，这227到191，大家注意，这也是将近40啊，这可都不是小数，这都是10%以上的回调。大家看这也冒了吧？冒完之后，大家看这184直接128了。他说就是每一次冒，你去统计啊，没有一次不是。这个统计总。就是如果凭着我的分析，就是说好多人你知道吗？咱们不是老铁的话，为什么今天我说咱那个老铁讲？就是你的新人来了之后啊，就是猜明天涨跌，烦不烦呀？对不对？你说统计，然后说你要是统计，他说你以前没用刻舟求剑；你要是说分析太细了，他说你废话太多；如果你要是用的资料太多了，就说这差生论据多，你怎么都不对，对吧？所以只有吹牛逼才行。所以我跟大家讲，如果你看统计的话，你可以看到这地方每次冒出来之后。结果不都特别不理想，除了这次就2017年这冒出来之后太横盘，横了好多个礼拜。以现在这个 sentiment， 以现在这个情绪来说，它横盘有点难啊，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我其实微软的那个持仓啊，除了最早的持仓，现在持仓好多就正好不到1年。其实我特别犹豫啊，一会儿再讲 AMD 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犹豫。我在想呀，我说别出了。后来一想，这个税务问题啊，再怎么样，它也架不住什么呢？说我们还得是这个交易为主，跟 AMD 一样。那 AMD 我最早我给大家看8月份啊，买在这儿85、80进货之后，哎呀，这种跌了之后，我告诉你，这就是哎呦被骂呀，这个被各种喊啊，被这种亏。而且你知道，就是它涨不起来的时候，还会经常被人亏的时候，你看我买了什么什么涨，你买的这个都不动啊，还会有人来亏你，你知道吗？就是说，就是人那种心态，我觉得特有意思，就是就是你其实，在分享的过程中，这会让人特烦，就是特难受。就是你还得亏，就是我分享你抄我的底，然后还得亏我，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承受挺大压力。就是我当时这个地儿差不多70、80，然后我在这儿还加了一个仓，然后下面的话就跌到50、60的时候，其实压力真的特大。但是我对 AMD 有信心，我就敢在这接，我虽然没有说越跌越买，但是我确实敢拿着不动。我马上在这个低点上离不靠，当时我觉得上100的2025年的。我想2025年这差不多2、3年应该有戏能回来。
而且我目标价200，我却愿意跟 AMD 一起成长的那个时候。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妈这半年就直接抡到120、130了。我上了100靠，我还上了100到125的，还有110到130的那种 call spread。我说这当时就等它，比如说这再跌下去之后，我再弄的留好多 leap call 嘛。结果这直接都超过去了，120都给我闷了，盖了帽了。我在这些靠100的也好，120也好，全出光，然后呢，整个的正股除以2/3，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啊 ，AMD 不值这个钱，为什么？我一会儿再跟大家说，系统的讲述我的一个观点。现在至少，还有那上次就是麦当劳给我带走了，带走了之后呢，我就打算等。现在这个还是贵，跟 Costco 一样贵，要等像这样的股票，就是你买了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套住的股票，什么麦当劳啊，是不是 Costco 啊？你不怕，不怕。就这样的话，就等机会再进。好，那我们现在这说完之后，我再讲什么？讲这英伟达。英伟达这次啊，说实话，我就一直在想，就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1月份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我们在找今年的这个赛道和主题，其实我压到了电动车和这个人工智能上。我还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啊，还记得当时我讲的那个？好，还记得，我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就是我当时还专门是为了大家做了一个投资，就是说到了2月份，大家注意，这可是2月份的布局。说到了这个什么，这个人工智能的电动车，然后呢，主推的微软，然后对谷歌非常大的挑战。然后后面我也讲到了是一些整个的半导体行业，还有云的计算，还有这些，其实我都在这里讲到了，就是我这里都讲到了。所以我在这个位置上，如果要是说咱说吹牛逼，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仍然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一个地方。当时我在想的时候，而且别忘了还有人亏我，你知道吗？就当时 AMD 跌的时候，也不知道那些人都去哪儿了。就是 AMD， 我当时选择的是赛道之王，我当时毅然决然的选择把仓位，当然我也有英伟达，特别少，我压在 AMD 身上。为什么当时我压在 AMD 身上？是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这跟人投资性格有关系。就是我当时看到这几只股票中，我认为 AMD 它首先它跟特斯拉合作，给特斯拉做那个什么呀？做这个 Hardware 4.0， 所以说它是一个可以跨电动车赛道的一个主流。那英伟达其实也有，但它那个量特小，而 AMD 的嵌入式系统特别多。还有一点就是赛灵思在它的叫 IPU 还是什么，就是相当于是嵌入式计算吧，这种东西上我不是专家了，就是它是一个王者的领导。加上 AMD 本身数据中心业务的扩张，还有一点就是英特尔不断送人头。AMD 和英伟达相比的话，我是这样：如果我是一个比较激进的投资者，我选择英伟达，因为他是华尔街的亲儿子，而黄老板确实是非常的在于对投资者方面是更友好一些，而苏妈呢就过于保守。但是呢，就是我作为我这人性格吧，就偏保守，干什么事儿呢？还跟当时讲的，就是我这个先看的风险永远都比收益大，就永远都是先看的风险。所以走哪儿呢？就是谨小慎微啊，就是先不输钱，这种理念以深入骨髓。所以我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个 AMD 的底线比较高，就是它到那个位置上，我比较有信心。我就说它的水分特别少了，应该说是严重低估。所以我觉得 AMD 在这个位置上是非常有价值的。我在投资它的话，我会更有信心与它同行，我不怕它就是跌或者说横盘。那最后走下来之后，其实 AMD 也不错，相当于我的仓位也都是平均价格，其实也差不多翻倍了，加上那些 call 啊、leap 什么的不算了，那确实也是收益不少，但是比英伟达的这个涨幅那真是差太多了。比如 AMD 这个地方咱说低点50多到这120多，其实也就是翻倍，但是英伟达这个好家伙，这100多又干到400去了。这个就是投资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它的格局和想法，其实决定了你的收益。就是风控决定你的底线，但这个想法格局，这个地方确实是我在想的时候，首先我在投资的时候，我当然想微软，首先当时我第一想微软，也没有想到微软这么猛这么凶，就是因为微软当时我认为底线特别高，因为微软本身的业务啊，就是说它能踩在赛道上，同时它是道指的一员，它有很多这种咱们说 Office 和 To B 的业务，让它呢总体上不太会吃亏。所以我在选择的时候，我首推就是微软，因为微软在这时候领导者，而且我就说这东西叫什么呀？叫做帕累托最优。什么叫经济学帕累托最优是什么？就是说他出击揍了 Google 一拳，最差就花点钱嘛。
微软还怕花钱吗？微软的浪费钱是不少，其实它对它的业绩影响不大，但是如果搅动起来之后，对 Google 的影响非常大。那哪怕就吃 Google 一块羹，对于微软来说都是非常大利多。可以看最新的一个业绩，它确实受影响，确实是受正面影响了。所以对于微软来说，我觉得它的底线特别高，所以我选择俩都保守点，一个微软，一个 AMD。但是最后英伟达确实走出来了，特别强。那当然，我们说后面我还有其他的，包括我还布局了什么呢？就特斯拉，这肯定也是我的持仓。那你要说我最喜欢什么？麦当劳我最喜欢，那这太保守，那大家也不喜欢，对吧？但是就是我们这几个老爷车，或者说我们这几个这个咱们的老爷车，或者说我喜欢的这种叫做老狗嘛，就这些。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们去回过头来看，如果我的投资我再选，我会不会选英伟达呢？我可能也不会。而且对于英伟达来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分析。我在想，就是我看到的太多，没有人去分析它，或者说它的问题是什么。我很多的疑问我都没有得到解答，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讨论它这个，大家都是在感叹涨了真多，都说一大堆，那有用没用？那都跟我们分析，跟我们以后的操作有什么关系？但是它会引起很多人的话题。在财报之前，大家看时间啊，5月24号早上，我马上写出来了今天财报，我们财报准备的战法。但是你知道吗？就哪怕我天天这么说，最后还有群友去做空它，为什么就要赌它跌？你不需要去赌它跌，你这财报出来之后都准备好了，当时一启动，马上你就可以就盘后就进嘛。或者第二天的话，你走出方向来做期权非常便宜，也可以进嘛。但忍不了，非得去赌，没办法。所以我就说，今天给老铁看，大家看我在财报前分享了4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不知道以后你们在财报中，就是我这叫财报战法，在我们的课程中都有。ER 战法中的核心就是对它进行一个全面的分析，准备好了之后盯着，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分析财报，然后找到是否有定价出错的问题。那么比如说第一点，我一看，首先它财报预期一定要超预期，因为这个走势你就知道，肯定有人知道了这次财报好。为什么？就是说你美股也好 ，A 股也好，只是说或多或少没有说一点信息透露出来，大家知道它好，不知道它好不会涨成这么凶。但问题是它预期已经 pricing 了多少？那么如果它是一个就是 meet 超过预期一点，那 sell on news 必须跌，就没什么可说的。如果财报不期预期，直接 gap down，你们都走不了，直接套住，这个没问题。那如果财报 beat 但不是很多，容易高开走低，形成卖压，那上涨只剩一种可能，就是大幅的 beat 预期，同时大幅的超过指引，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就是超过预期的 AI 特别棒啊。那么结果大家也看到了，除了营收和这个业绩，咱们说 profit， 它所有的指标都超，比如包括我们 revenue 超，然后它的 profit margin 也超，然后预期也超，预期的 profit margin 也超，然后它最后的盈利也超。我勒个去，一看你的 PE 就通过它一个财报完之后 PE 降1半以上，一下变成什么20-30，就是一看就是因为你业绩涨1倍啊，将近。所以我看到这个理由就是特别有意思，就是一个是看到了，我就分析，就是到底怎么回事。我盘后没动，因为我知道它很好，因为我一看到11个 billion 的时候，预期是7 billion 啊，为什么11个 billion 的时候我当时傻了，我以为这数字写错了，看了好几遍，然后看到它大涨之后，我都不敢动，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11个 billion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我可以说华尔街割韭菜，华尔街的分析师绝对也是大跌眼镜，因为他们每天分析这些股票都很熟悉这些公司的人。通过哪些来分析？我跟大家讲，第一个呢，就是 AMD 的财报给出的预期甚至于比这个季度还低一点，是个平的，叫 flat， 所以 AMD 盘后是跌的。为什么？因为它的预期没有任何增长，也就是说 AI 这块 AMD 没吃到。英特尔那个预期巨低无比，还没达到，就是英特尔 AMD 这个地方就没有体现出。然后我们再看更早期的台积电，台积电给出的指引是比下期还差。然后呢，就通过所有半导体行业出来了之后，没有一个是大幅 beat 预期的，但是英伟达出来了一个11 billion， 我就不知道这11 billion 怎么。然后他解释的是 Google 和微软的对打。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应该对 Google 和微软是利空啊，因为 Google 和微软要通过竞价去更多的抢这个芯片，其实在各方面的成本上对 Google 和微软都是沉重的一个负担。然后这俩股票还狂涨，
然后还有一个不明白的一点，就是我们说台积电的预期是差，那它本来就这些芯片大部分都是台积电来做，那么这11个 billion 到底怎么来的？因为我们再去拆它的服务，数据中心业务得将近100%，因为你不只是指望显卡翻4倍吧？以现在的 PC 的需求，哪怕第二季度见底，第三季度或第二季度见底，第三季度见底，它也没有一个3倍以上的这样需求。那当年可是挖矿啊，你要没有挖矿的需求，显卡这块首先不行，还有自动驾驶这块只有3亿多，太小。你必须数据中心业务这种43亿的得翻倍才能达到11个 billion，那这个翻倍至少增加4个 billion 的，增加1倍啊。那么这个地方没有在其他地方进行一个佐证，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可以明确的说，我当时是非常的疑惑，因为我很疑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没有做。所以我再重温回到英伟达的一个分析，你问我下次如果再有机会让我回到过去，我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可能还会错过，因为我已经把能分析的所有都分析到了之后，给出了这样一个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数字，我不挣这份钱，也挣不了这份钱。咱说了啊，没有3把身杀，不敢造反西岐，没这金刚钻，不揽着瓷器活，我没这金刚钻。还有一句话叫知识最多也反动。如果这个时候我小白我就拼了，就赌一把，那这天我赚钱发了，我马上发又小红书，又all in，我又赚大发了，开始满世界都是。就是你财报之前我怎么没看一个人说呀？财报之后，好家伙，全都是发财的。那是我们出局，在我几年前或10几年前的我会这样，而现在我不会，因为这是赚我认知中的钱，没这个认知，或者说我们认识到了这个我们说的新的工艺革命也好，或者说 ChatGPT 是赛道也好，但我确实是因为打这个，我确实理解不了。所以我们从这一趟来讲，整个的一个数据中心业务的上涨，包括 ICMI， 包括我们说博通，这几个都是辅佐它。英伟达作为一个中军，或者说主要上涨的核心力量，完全没做上。那我做的都是一个 AMD 是被它拉起来的，还有一个是美光也是被他们拉起来的，也就是说是一个大水漫灌以后的一个溢价，但是那是我可以掌握的。那么这个地方你要说格局，我就是格局低，我只能就是说微软也好 AMD 也好，那是我可以把握的。英伟达这个呢确实把握不了，所以呢我就是这是我的一个想法，那我给大家就是分享。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再讲的是当下市场啊，当下市场抗空仓位，在这个地方我准备再继续进行布局，不会结束。我说了，这个地方还是那句话，我们说的就是不是朋友还老问是不是看崩盘，看崩盘，但是注意，它不是明天就崩，或者是后天崩，我哪知道它什么时候崩？我哪知道它？就是我只看到这个人的身体太脆弱的时候，是无法判断，就这玩意儿什么时候好什么，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么我们去耐心去做吧，耐心去做。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平常做期货啊，我每一笔都贴在 Discord 了啊。这个就是给大家展示什么叫真实的这个操作。真实操作就是这样，就什么叫真实操作？就是大家可以看啊，我把这个每一笔都写，然后呢，你每一笔都写的时候还得实时按时写啊。我就讨厌马后炮，但是呢，实时写的话就会有一个问题，你胜率一定低啊。那你看我的，大家看我这是从5月8号开始第一笔贴，我就每一笔都给大家贴到现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一共是做了多少笔啊？做了27笔。我自己开发了个信号，我基本就跟那信号做，然后我自己再决定买卖仓位。做27笔的话，成功了多少笔呢？成功的笔数只有37%，亏损44%。然后呢，剩下的就是打平了，剩下的10%几就是打平，0个点就是5个点以内吧。NQ 5个点以内就是误差之内，基本就是5个点以内的就算打平，那剩下的就是，所以整个下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平均每笔也挣不了，也就是6个点现在，所以一共的话下来是100多个点一手啊。假设每个信号都是一手，那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呢？就你看，就是这个吃饭嘛，吃饭的家伙，这东西就是我给大家说，就是如果你执迷于，就是我们很多初学者一样，你执迷于所谓的高胜率，必然就带来这高止损。或者说我举个极端例子，就是你不止损的话，
你不止损的话，你肯定就是高胜率啊。但是如果像这种期货高杠杆的，你是不可能止损特别那什么。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止损特别紧，我这人特别 cheap，我操作就是喜欢左侧，然后呢，止损还特小，不停的试，所以就是你要有特别强大的内心。就做期货的话，那基本你说可以做的比我好，我相信很多人可以做的比我好。那我就是给大家展示非常真实的，就是这样。你要指望说高胜率，如果有朋友说40%，我都觉得很高了。我看现在就是37%，就是事实。那整个下来之后呢，一个月是多长时间？差不多半个月吧，刷了半个月。哦，就是一手的。如果你一手差不多2万块钱账户吧，所以我就想跟大家说，就是这样，就是真实的一个展示。然后，就是这些吧，我基本上能跟大家分享的就这些了。如果是我们频道的老铁留言给我们留个言，告诉我你还在这里坚持，还在听这样的话呢，我要不然的话，说实话，这更新到最后我有点就干不下去了，所以我希望你们呢告诉我你一直还在，我也告诉你我也都还在，所以呢不断的努力。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主要是跟我们老客户、老用户、老粉丝之间的一个周末的一个沟通。我们下次见，拜拜。